今天呢，我们来继续学习对称。今天我们要研究的是直线关于直线对称啊。直线关于直线对称，它呢分成几步去做。我们看这个比较抽象，我们直接来看题就行了。好，我们先看第一道题。已知直线 L 与直线 y 等于根号上 x 和 y 等于 x 加1对称，那么求直线 L 的倾斜角。这道题适合作图，这道题适合精准作图。第一条直线呢，它是通过坐标原点啊，倾斜角是60度，因为它的斜率是等于根号3，它是倾斜角的正切值，所以阿尔法它是等于60度的。这条直线就是 y 等于根号3x， 这个角呢就是60度。另一条直线呢是13象限角分线向上移了1个单位，它是这样一条直线 y 等于 x 加1。由于它的斜率是等于1的，那么它的倾斜角啊，我们知道就是45度。对于这样一个三角形来说，60度是它的外角，外角等于和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的和，显然这样一个小角，它就是15度，它和它是对顶的，那么它也是15度。而我要求的是什么呢？我要求的是这条直线关于 y 等于 x 加1对称的直线啊 ，L 直线与这条直线关于它对称，说明 L 直线就是这条直线啊，这就是 L 直线，这是它的倾斜角，我就要求它的倾斜角。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两条直线关于它对称，夹的角是一样大的，它是15度，这个也是15度。显然整个这个角就是30度，也就是对顶的这个角也是30度。60度等于和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的和，这是一个三角形，它是30度，显然 L 直线的倾斜角就是30度，所以呢，它的倾斜角就是6分之派。好，画图我们就得到结论了。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题啊。下一个题呢，它是直线 L1，关于直线 L 对称的那条直线。一条直线关于另一条直线对称，这是轴对称，也就是沿着这条直线对折啊，那么两条直线是重合的，所以呢，我不用间隙，比较麻烦。已知了两条直线，再加上对称的直线，再加上 x 轴、y 轴，线就比较多，所以我就随便画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 L 这个直线是 y 等于 x 减1，我就随便画一个，它就是直线 L， 是 x 减 y 减1等于0。L1 直线呢是 y 等于 x 加3啊，有没有发现这两条直线是平行的呀？都是 x 减 y， 都是 x 减 y， 后边的常数是不一样的，所以另一条直线 L1 跟 L 直线是平行的，它是 L1 直线 x 减 y 加3等于0。这条直线关于它对称的那条直线应该是谁呢？那就是和它也平行，和它们俩都平行，而且它叫 L 撇啊，或者把它叫做 L2。那么 L2 和 L1 和 L 都平行，而且它们之间的距离，这两条平行线间的距离和这两条平行线间的距离是一样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起来我们之前学的一个知识点，如果两条直线是平行的，那么介于它们俩之间和它们俩距离都相等的那条直线和这两条直线有关系，什么关系呢？既然我们仨都平行，它的直线就可以设为 x 减 y 加西等于0。
那么中间的这条直线啊，它的这个常数是怎么求来的？是3加西除以2就得到它的常数-1。乘过去这是-2，3移过去，所以西就是-5。所以我们要求的直线就是 x 减 y 减5等于0啊。这是根据我们学直线平行的时候的那个知识点，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得到结论。所以这道题呢也挺好做的。我们再看下一道题，再看一道题。下一道题，若直线 L 与已知的直线 ax 加 by 加 c 等于0，它夹角的平分线是 y 等于 x。那么我们在学函数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如果两个函数的图像是关于 y 等于 x 对称的，我们就研究一下关于 y 等于 x 对称。先举一个具体的点的例子，比如说2逗1这个点是落在这儿的，它关于 y 等于 x 对称的那个点啊，就是横坐标是1，纵坐标是2，就变成1逗2了。只要关于 y 等于 x 对称，它的横坐标就是对称点的纵坐标。原来这个点的纵坐标就是它对称点的横坐标。所以既然这条直线和这条直线夹角的平分线是它，也就是我们这两条直线是关于 y 等于 x 对称的，那么这条直线只需要把它 x、y 交换位置就 OK 了，也就变成了 ay 加上 bx 加 c 等于0。写成一般式呢，那就变成了 bx 加 ay 加 c 等于0啊。这个呢也比较简单。好，我们再看一个。下面的这个题啊，光线 L1 它是入射光线，沿着那条光线反射，沿着那条直线啊，照到那条直线之后，以后被那条直线反射，我们求反射光线所在的直线。好 ，L1 直线呢？L 直线我先把它画出来，目测一下它的斜率是正的，我就随便的画一条，这个就是 L 直线，3x 减 2y 加7等于0。这条直线呢，我一看呢，斜率它也是正的，比如说这条直线就是 L1，它是 x 减 2y 加5等于0。L1 直线这是入射光线，遇到直线之后被它反射，这是发线，被它反射的这条直线是这个，我要求的就是这条反射直线的方程。那怎么求呢？实际上啊，入射光线和反射光线的问题啊，其实呢我就可以在这条直线上随便的找一点。比如说，我找一点 P，x 取1吧 ，x 取1，1加5是6，2y等于6，y 就等于3。我为的是找到一个整数的点。那么这个点关于 L 直线对称的点叫 P 撇。反射光线的反向延长线一定是经过点 P 关于这条直线对称的这个点的，这就是对称的性质。所以呢，我要求反射光线所在的方程啊，我就可以把点 P 的对称点 P 撇找到。L1 直线和 L 直线联立，我还可以把这两条直线的交点，也就是这3条直线的交点找到。两个点的坐标都知道了，反射光线当然就知道了啊。我们采用这，当然方法有很多啊，同学们课下可以再想几种办法去做。所以这道题就转化成了点关于直线的对称了。
那暂时设它的对称点是 MN， 它的斜率和 L 的斜率是一对互为负倒数的关系，所以 L 直线我把它变成斜截是 2y 等于 3x 加7，y 就等于3/2x 加上7/2，所以直线 L 的斜率它是等于3/2的。那么 KPP' 的斜率就是它的负倒数，就等于负的2/3。KPP' 怎么求呢？纵坐标之差 n 减3除以横坐标之差 m 减1。那么在这个式子我们整理一下，这个是负号给2，交叉相乘，负2m 加2等于3n 减9。我们再整理 2m 加上3n 减去11等于0。你看 mn 的一个方程我们就找到了。它终点的坐标1/2加 m， 终点的纵坐标2/3加 n， 终点一定在已知的直线上，带到已知的直线方程3乘以2/1加 m 减去2乘以2/3加 n， 然后加7等于0。每一项都乘以2 ，3加 3m 减去6，再减去2n， 然后加14等于0。所以整理完了是 3m 减2n， 这是10减6 4加4 8， 8加3加11等于0。两个方程我给它们联立 2m 加上3n 减11等于0，这是方程1，这是方程2。那么把方程1乘以2减去加上把方程1乘以3加上把方程2乘以2，方程1乘以3是 6m 是 9m 减去6n 加上33等于0。方程2乘以2是 4m 加上6n 减去22等于0。两个式子一相加，正负6n 就约掉了， 13m 加上11等于0，所以 m 就等于负的13/11。点 P' 的坐标是负的13/11。点 n 呢？这个纵坐标 n 呢？我们随便带到这里边来吧。2乘以它，那就是负的13/22减去11加上3n等于0。它就变成了3n等于13把它们俩都移过去，22加上11乘以13。143加上22 165，所以它是13/165，所以 n 就等于165，3515应该是13/55这是我求出来的它的对称点的坐标。这个坐标数稍微有点大，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呢，我再求一下两条直线交点的坐标，所以呢，我把 x 减 2y 加5等于0和 3x 减 2y 加上7等于0联立。两个，这是方程1，这是方程2，方程2减去方程1 ，3x 减 x 上 2x， 它们俩一相减没有了，7减5加2等于0就等于-2，所以 x 就等于-1，相应的 y 值-1加5，这是4 ，2y 等于4，y 就等于2，所以交点的坐标是-1等2。
两个点的坐标我们都知道了，然后我们根据两点式写直线的方程，很容易。两点式写直线的方程我就不做了，同学们可以自己做一下，因为就剩下算一个数了啊。好，这节课呢我们讲的是直线，关于直线的对称。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学习了点关于点的对称，点关于线的对称，线关于点的对称，以及线关于线的对称。这些对称啊，我们都学完了。接下来呢，大家看一个常见的特殊的对称。那么有关对称，我们到今天为止就都给大家讲完了。好，我们看一下下边的这些特殊的对称。这些特殊的对称，第一个点关于 x 轴的对称，关于 x 轴对称，那就说明横坐标不变，纵坐标是一对相反数。还是这样一个点，关于 y 轴对称，大家想，关于 y 轴对称，纵坐标不变，横坐标是相反数。还是这样一个点，关于 y 等于 x 对称，我们早已经熟悉了，把 x、y 交换位置，它的对称点变成 y 到 x。那要是关于 y 等于负 x 对称呢？不但把 x、y 交换位置，各自还添上一个负号就可以了啊。像这种对称，我们就以特殊的点，关于特殊的线对称，就能快速的找到结论。它关于 x 等于 a 对称也是一样，它是涉及到关于这条直线对称得到的是这个纵坐标不变嘛。关于y 等于某一条平行 x 轴的直线对称，我们得到的对称点是这样的。关于某一个点对称，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了，这是中点坐标公式的使用。关于这样的一条直线对称也是一样的，求它的坐标，关于它的对称点是这样的。好，到现在为止，我们把所有的对称都讲完了。那么下节课我们要讲一讲关于对称问题的实际应用。